今天我们要探讨的话题是人如何变得更强。我认为人要想变强，就要做到3件事：培养黑色生命力，应对时间扭曲和学会拥有创造力。但是很多人在第1步就已经失败了。什么是黑色生命力呢？它就是在经历了无尽的痛苦后，又能够反击痛苦，并从中获得更强大的生命力的一种能力。你们可能听过这样一句话，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就深有感触：每个优秀的人都有一段至暗时光。很多人以为强大的人都是这样的，从小就是学霸，考上了名校，从小职员一路升职加薪，到了副总裁的位置，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能够迎刃而解。这是很多人的一种误解，他们觉得身边的事物都是按照一条直线匀速运动着的。然而真实的世界并不是这样的，因为在真实世界中，大部分事情和人的发展都不是线性的，生活总是充满了意外和变化，每个人的人生轨迹都不可能是一条直线，而是一条起伏不定的曲线。而几乎每一个人的人生曲线都不可避免地有过至少一段急速下降的区域，那就是每个人都必须经历的至暗时光。强大的人就诞生于此，因为在这段急速下降的低谷里，有人爬了出来，有人却永远失去了他的自信和勇气。在被至暗时光彻底摧毁后，就再也没能恢复过来。这个时候，他需要面对的是比他还不成熟的心灵承受得起的更多，比如世界观的崩溃、3观的颠覆、不公正的压迫、自我怀疑的深渊。但如果活下来，就会得到一种黑色生命力 （Black Vitality）。每个人身上都有一种生命力，支撑着我们活着，度过每一天。而有一种生命力是只有在经历过失落、逆境或创伤，并走出、幸存下来的人才能够拥有的。拥有黑色生命力的人几乎是无敌的，他们就像是从地狱回来了的人。在情感方面，他们熟悉痛苦，会比没有经历过重大创伤的人更知道如何应对痛苦。痛苦的人比快乐的人共情能力更强，当然治愈力也更好。在认知方面，他们会有一种对复杂现实的理解能力，对真实世界的荒诞和魔幻，他们的认知会高于一般人。比如我最爱的人却伤害了我，我这么努力了，却还是没有回报等等。这种换一般小女生会哭得死去活来的事情，他们不再会太过在意，他们更懂得从不同的角度看待真实。当别人都在埋怨为什么是我的时候，他们已经能自我安抚为什么不能是我，因为在走过创伤的日子里，他们感受到了自己比想象中更强大，更相信自己是可以依靠的。2. 应对时间扭曲又是什么意思？这个概念有点悬，我先说说你我应该都有的一种体验。越是长大，我们越会觉得时间过得越来越快，连进击的巨人都是多年前的动漫了，你发现了吗？但回想童年时，我们却觉得时间过得很慢，每天都非常充实，好像在另一个星球里玩了很久很久。对这种时间感知度不同的现象，网上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解释。5岁的时候，人的记忆只有5年，这时候过1年到6岁时，记忆增加了1/5，6岁到7岁记忆增加了1/6，7岁到8岁记忆就只增加了1/7，以此类推，到了20岁的时候，记忆便只增加1/20。这1年的时光虽然没变，但是参照物变了，所以大家就觉得时间过得快。可能等你60岁的时候，过1年记忆只增加1/60，时间就像是一条河，越是湍急就越是流得快。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时间感会被扭曲，因为时间本身并没有变化，只是我们对它的感受不同。而大多数人很难意识到时间扭曲对自己的影响，这种影响在心理学上叫做时间贴现 （time discounting）。当我们觉得时间过得很快时，我们对做一件事的未来价值估计就会降低，我们会越来越感觉不到未来的存在，而只关注当下怎么样。所以很多人会有这样的想法，学这个东西有什么用？10年后都不知道这个行业还有没有。但你学或不学，10年后都会到来，区别在于，如果学了，到时你还多了一种选择。做这个事情有什么用？看不到什么效果，但你做或不做，这件事的效果都是会存在的，区别在于它是会在当下就对你产生影响，还是在未来会对你产生影响。
毕竟我们是根据做一件事到底有多少价值去行动的，所以我们对时间的认知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行为。时间就像一面镜子，会对我们对价值的判断进行扭曲，会让我们变得短视，沉迷即时满足，很难安心下来去为自己做一件有长期价值的事情，宁愿先玩一把游戏享受当下，也不愿意为了下个月的期末考试努力一把。但强大的人往往会刻意训练自己抵抗时间扭曲的能力，不被时间贴线所影响。他们对时间的敏锐度超于常人，所以想要变强，就要意识到时间对你的诅咒，并且有意识地去克服它。我有2个小建议，第一就是每天花1个小时去做一件有长期价值的事，比如培养一个爱好，学习一门技能，读10页书，一定要保证在很长的一个周期内，你都会坚持去做它。结果如何无所谓，重要的是得让自己每天都有一点进步，感受到时间真实的流逝。第二就是每天为自己的生活找点变化，不要让自己每一天都只做一成不变的事情，因为越是只做重复性的动作，大脑就越会倾向于忘记这段记忆。因为没什么营养和新鲜感，所以要每天都找点和昨天不一样的东西去做，比如偶尔换一条路去上班，每天都换一张手机壁纸，定期更新一下桌面的绿植，这些微小的变化都会留在你经历过的每一段时间、每一段记忆里。3，最后说说强大的人是怎么去创造的。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中的角色都是消费者，不是指只有花钱的那种消费，时间、注意力的消费也算。你花钱买了一杯奶茶或者口红，是金钱上的消费；你花了2个小时去看电影、刷视频，是时间上的消费。你一边心不在焉地应付作业，我们每天都在消费各种东西，不管是金钱、时间还是注意力，我们用这些资源去换取一些物质、娱乐和人际关系。但很少有人会主动地从消费者变成创造者，也就是说，不仅会消费，还会创造。比如说，当你读了一篇优秀的文章，你有没有想过按照它的结构和手法去写一篇文章呢？当你看了一部精彩的悬疑电影，你有没有想过去分析作者的布局和线索呢？甚至是一个爱玩游戏的人，也不要只是玩游戏，而要去发现游戏的彩蛋，创造新的玩法，写攻略分享出去。这就是创造。一件事物最终呈现在我们面前，背后都有很多设计和思考的过程。而当你不满足于它的表象，试着用你自己的方式去展现它的时候，你就从消费者变成了创造者。这是一个需要深度思考和执行的过程，也是优秀的人和普通人的思维和行动模式的区别。我们应该摆脱应试教育给我们灌输的错误学习观念，从填鸭式学习转变为创造式学习。当你开始创造时，你会感受到比单纯消费更高层级、更丰富的体验感。如果你对某件事物感兴趣，不要只是去消费它，而要去参与创造它，保持好奇心和探索欲。好奇心是创造的源泉，它可以激发我们去尝试和探索新事物的动力。即使是看似平常的事物，也有许多值得探索的地方。多去尝试新事物，多从旧事物中发现新细节，并且时刻保持问自己为什么的能力。善于拆东西，很多人小时候都喜欢拆东西，虽然这样做会惹麻烦，但这也是我们了解一样事物构造最直接的方式。长大后，我们不能再随意破坏东西了，但我们仍然可以拆很多东西。它是由哪些部分组成的？组装逻辑是什么？这些部分还可以和什么东西联系起来？我要怎么才能用上它？最后，我们总结一下人是怎么变强的。首先是能够从低谷中获得黑色生命力，其次是对抗时空扭曲的能力，最后从消费者成为创造者。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视频，请点赞、订阅、分享、留言，在评论区说说你的收获和见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